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京东首页拉一下，猜真相赢大奖。零蔗糖好酸奶，探案更出彩。感谢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不开心就来撕我，快乐星球还不够。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撕我 APP 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节目同款实景独家原创密室体验，尽在 MCT。大侦探规则升级，奢侈侦探排名榜。本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京东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京东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欧不像，因为欧是今天早上才进了禁闭室。刘不像，刘是真的很不像。陈曾经有过无数次的出入口的这个权限，但是呢，他在去年的12月9日已经失效了。7没有任何的迹象表现他可以进入到这个口。大呢，大主要手里有那个权限。同时知道这个权限的还有一个人是张医生。张医生有自己的计划。刚才欧说，也许他的计划不是 Plan A， 是 Plan B。他是怕万一激光的这个装置没有使用成功的话，他才有这个 Plan B。哎，先投张局。朋友们，现在来一个喜闻乐见的环节，搜身，叫做搜身。但是您蓦然回首一下，这一季搜出过什么来？就是他就没东西了。没有吗？没有。真的假的？没有。都是这种风格，没有。我也没有。啊？这个环节已经对不起喜闻乐见这样的词儿了。那我们再去找吧，朋友们，好不好？走去看一看那个，就是这里边有那个镜子。这个看不到，这个很深，但是你来这边可以看到。哎，这边也看不到了。这儿有，来我这儿，来这儿，你看，你现在看到的是最后一面，然后你看，就这种。哦，然后它相当于是从那块看到那边，打到这儿，打到里边，然后这里边打到这儿。它因为它从里边打，所以说它应该那个就可以这么打下来。哦，那他就是嘛，打完头之后，这个人正常往前倒，就变成这样了嘛？对啊。但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坐在这儿的还是站在这儿的，应该是坐的吧？应该是坐在这儿，一打通。但坐的话，他倒的话不应该跪在地上吗？那不是，他也不能一直保持跪着吧？男儿膝下有黄金啊！原来是你，我还有最后一句话，然后一般都是这个。他可能坐在这儿，然后被打，然后就站起来了，然后擦，凶手就是。其实我特别想排个梯子上去，然后拿这个激光笔下看它到底是照在什么位置。哇，去那头照，我这样。对，我们打得开那个东西吗？不用啊，你打开啥？你用你的激光笔吗？这里能上去吗？啊，从这儿开始弄啊，这么高级啊？要从这头弄到那头啊？你们注意啊，看那边有没有东西。
但凡看见绿点就行。没有，没有。我在试啊，你们看那边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能看到我照到了这面镜子。这个装置触发其实有一个开关，就是侦探刚才说的风扇，风扇要停下，这个整个光线的折射的通道才是通的。哦，我知道为什么过不来了，因为风扇在转。哦，你看，你能看到它照到那边了，你看啊。是吧？是吧？我看，有，能打到那儿。哎呦，对，那儿有绿光，看见了？对，好酷啊！我觉得方式应该就是这样的。看这里还有什么线索没有？哎，11点35我去的时候发现门坏了嘛，仓库，然后我得修这儿。但是咱们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钥匙吗？咱们其中一个人一定要把那个门弄坏，是为什么呢？哎，对，他为什么要弄坏门呢？明明知道有钥匙。哎，张，就是你突然跟我说你不知道顶牛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自己的另外一个计划，哦，就你也不想让我们走。我不想节外生枝吧。看这里还有什么线索没有？哦，热能量计。哎呦。0是极度危险，高于50度安全。4月19、4月20极度危险，4月21号安全。4月21号不是今天吗？这今天变热了。越高越，温度上去了，会不会风扇就会停？它这个是越低越危险越高，所以它应该说的不是机器的热度，它跟通风设备真没有关系。还有没有什么没找到的？哎！哦，发现了。守望者组织邀请你加入，相信你已经发现，席卷明真星球的寒潮与该地区的犯罪率息息相关。一旦某地发生命案，当地寒潮就会消退；如果短时间内没有新的案件发生，寒潮就会再次来袭。寒潮的发生与芒果星人对明真星球的关注有关。他们的关注给明真星球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寒潮正是这种能量衰退后的副作用。而最能吸引芒果星人注意力的就是谋杀案，因此抵御寒潮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谋杀案不断吸引芒果星人的关注。为了保护珍视地堡，已经谋划了一起完美犯罪。如果你愿意执行，就一定能引来芒果星人的关注，提升地堡热能量，暂时解除寒潮危机。来生效。高于50度安全。这今天变热了，发生命案，当地寒潮就会消退。那不是，那这个温度计就不是这个的温度计，是被关注的热能量，对，不是说咱们这种感受的热能量。是因为今天有人死了，就安全了。真死了，所以温度上去。就是寒潮这个地儿，我们以为是冷，其实这是这儿凉了。就这儿没有凶杀案，大家不看，热能量低了，就是我们已经过气了，已经凉透了，大家已经关注度低了啊。对，所以说有谋杀案的地方呢，芒果星人就会看。所以为什么顶牛市热能量高呢？就不停的有凶杀案发生。多杀一条。
啊？所以说你为啥要杀仨人？你给我解释解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刚才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已经确定白空少是这个 Watcher 组织的，对吧？但是萨动物也一直在调查这两阵的关系。萨动物问我，就是我的家乡关于韩朝的情况，还有那边的犯罪情况。今年的2月20号，萨动物呢突然问我说：“真的不今天是什么时候开始遭遇韩朝的？”然后问我说：“我女儿死了之后，后面还有没有连续发生什么命案或之类奇怪的事情？”萨动物可能就在调查这件事儿，因为2月15号他装病来找我的时候，特地就想问我外边一些城市的韩朝情况跟犯罪情况。白空少是完全清楚犯罪率跟韩朝之间的关系的，而萨动物还在确认这件事儿，还在调查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萨动物跟白空少有可能是处在两个不同的组织。所以其实，如果说他是这个组织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正义的组织在阻止他们。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娱乐室呢？所以很有可能有人看见过。不是，而且这个手法是人家给你想好，就是要他去执行。就是凶手只要找到过这个，他就可能就找到这个整套手法，不用他自己去设计。但是咱们必须得有一个人去过那顶上呀。第一块最难，因为他得走，他得走的时候那，必须得出去过的人。出入口激光装置它是人脸感应，360度的实时监测。当监测到出入口内有人类出现，将立即发射致命激光。而出入口是设有指纹锁的，用有出入权限的指纹进行解锁，可解除激光装置5分钟。我刚才投票就是考虑到这个权限的问题，因为只有他有可能有这个权限，和他知道他有这个权限。那必须得出去过的人，出去过的人。白空少几号走的3月16，那就是说白空少出去的时候放了镜子。这后边的人等于完成他的遗志。就把他的机关连上，引导你往后放。他的这个顺序啊，一定是从这儿开始，摆第一个镜子，对，然后再摆第二个、第三个，摆第四个，这样才能保证一点点的最后有效到打到这个位置。他不能跳着来。这是第二个角，禁闭室里面。到这儿。不，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逻辑，就是我们每个人关禁闭室的时间，在他之后关禁闭室的人，对，得在他之后进过禁闭室的人才行。他刚一走，我就进禁闭室了。都是在他之后吧？都是在他之后。你是几号？我是19号到22号。我是今年的3月18。你是21号去的，我是7年的3月8号，今年3月8号。 3月8那个白还没走呢。如果说第一块真的是白放的话，那他就不可能。你3月28。对，啊，你关了半天。对，半天对，就是那天珍宝主的办公室又出现了问题，然后珍宝主就说我的检修，我的工作不到位，他就给我关了半天。哎，你这次被关半天这个事儿就一直很奇怪，就是好像有点牵强。朋友们，到这儿来看一看吧。哎，就是这个，这个对不对？就这个，你们看。对，哇其实你仔细想想，这样还挺阴的，你看。哇，这很吓人哎！哇，还挺大的，哎呦，我的天，这会有什么东西吗？里面？哇哦，真的，它是真的可以打开的，看一下有没有。有，
哦，房屋所有权证，就是我的嘛。哎，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整套系统自动循环工作，排风扇每运行12.5小时暂停0.5小时。哦，那凶手要知道这个，一定要凶手要知道这个。我发现了一个很有用的东东，哎，侦探有发现了。这是这个我们找到了这个房产证，然后这里面有真不行给防风系统做的一个解释，排风扇每运行12个半小时暂停半小时。这个装置触发其实有2个开关，一个开关就是天窗要打开，是，然后另外一个开关是风扇要停下，这个整个光线的折射的通道才是通的。他刚刚说风扇开12个规律半小时，关半小时就有规律。因为一天是24小时，所以它12个半小时关半小时，它相当于13个小时一个循环。它开着那半小时每天都会不一样，每天都会往后推一下，就是它总会有一个循环是会碰到天窗也开，风扇也关。哎，我补充一个点啊，3月13号，大家不是都觉得这个呼吸不顺畅吗？对，12点装置修好。那你修好那个时间有没有可能就是它重启一轮循环的时间？可以算一下重启之后多少天，它就会正好轮到今天的12点多。对，啊，数学难题完了。其实现在这个是12点重启，也就代表着11点半关掉嘛。那11点半关掉正好是阳光房打开的时间，我们就把11点半叫做杀人时间嘛。11点半到12点。这里面我们要找一个关键时间，就是正常走的话，它是哪天到那个点儿？就是算哪天是12点就好了。我来算一下，13号的中午12点开始，12个半小时，休息半个小时，所以是13个小时。一天过去之后，14号是15号，等于16号算到17号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14点，就是等于是一天往后晚1个小时。那么到重看啊。每天为什么拖1个小时呢？每12个半小时再休息半个小时嘛，12个半加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停，就是13个小时嘛。对啊，26啊，加起来13个小时。哦13个小时。对，因为12小时是半天，每24个小时挪2个小时。对，那就是12天之后一个周期就完了。3月25号到周期，再过12天，对，4月6号，再加12天，4月18号，再加12天。哎，不对，你再往后算，这不就后面还有2天、3天，还有3天。嗯。对，25，都喜欢做天才，做作业，天才少年。11点半是12点修好的话，14点，12点开的话，到第二天0点。哎，13天一轮回。因为你看，我把这边全部算成上午，这边全部算成下午，因为13号中午12点开了，下次停摆时间是14号的凌晨的12点半到1点嘛，对，然后它下午1点半到2点，然后它一直倒，它倒到20号的时候呢，它其实会有只停半个小时，那其实20号倒的时候已经变到这边的下午了。因为你看，它每一天都倒1个小时，但是它每过7天，它会有一天只停半个小时，因为要倒到第2天的上午。对，对的，明白了。26号是上午是11点半关到了12点，对吧？那27号的话就应该是从凌晨的0点半到1点，对，这不就轮回了吗？对，所以说它轮回时间应该是这么几天，每13天一个轮回。
那26是第一个轮回日，8号是第二个轮回日，21是第三个轮回日，那就是今天。就是今天，那对了。他在这几个里面，他都得中间去动过。你11点30本来准备进去的吗？对，10点35，我准备去晒太阳了。我就在想，如果那会儿是你进去了，你会不会死？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还是会有可能会导致无差别杀人，谁进去谁死。对，因为太准确了，他必须要这个时间点，而且今天，反正谁死都行。那他今天策划这个凶杀案，只是为了要热度吗？这个是一个原因，应该不是唯一的原因。他肯定还是有指向性的，就是一举两得的意思。我觉得是有人知道这个计划，让真去了，然后他还得知道真要去晒太阳。啊，那我让他多晒太阳。对呀，他让他晒太阳，你让他晒太阳的呀。不是，重点是让他第一个去，等到了11点半的时候，他得第一个去。重点是让他第一个去。 11点35到12点10分的时候，我准备去温室晒太阳的，但是我在路过的时候看见那个仓库的门坏了，然后我得修这儿。他为什么要换门呢？修门就是那个人故意让你修门，对他为了保护你，让你不要去。你呢？你11点半在干嘛？我11点半去找真了，去来这儿给他汇报，就是有人知道我要汇报，所以我死不了肯定。 可是跟真汇报完，为什么你没有去晒太阳呢？因为我不用晒太阳。你是什么？你是塑料的？就是你需要正能量，你知道吗？你不是光晒太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能量。你11点半到，我在关禁闭，我洗碗。我11点半，我是吃完饭我回一趟单车房，然后紧接着我回寝室了，然后回寝室转眼我看见他回来了，他是11点45回来的。 你呢？你11点半干嘛去了？我11点半回医务室了，就哪儿没去。好的，我们集中讨论吧。朋友们，急转直下啊，我们又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叫做白空少。他留下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来自他代表的一个叫做 Watcher 守望者组织。这个组织呢。 因为发现芒果星人的莅临将会使某一个地区的温度上升，他们呢希望可以通过吸引芒果星人的方式来缓解各地的寒潮。席卷明真星球的寒潮与该地区的犯罪率息息相关，一旦某地发生命案，当地寒潮就会消退；如果短时间内没有新的案件发生，寒潮就会再次来袭。 那么现在，我想请大家帮我做一个动作，就是看看你的手臂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标志，有吗？有的，有吗？有哎。这个标志是芒果星的名侦探俱乐部的标志。芒果星人是一群高维生物。 他们的星球是没有犯罪的他们在宇宙当中穿梭的时候，偶然来到了明真星球，发现在这里居然有犯罪这件事情，引起他们极大的关注。因为他们发现这里面会有推理，然后会有真相，所以名侦探俱乐部因此成立。与此同时，芒果星人通过意识穿越的方式，进入到明真星球的一些跟案件相关的。 当事人的身体里面，取代他的意识，成为侦探。他们的手上会留下这个印记。当案件破解之后，芒果星人将离开这些明真星球人的身体。芒果星人离开他的身体之后，1个小时，这个印记会消失。而当芒果星人成为侦探的时候，为了更加强烈的沉浸感，他们将会忘记自己芒果星人的身份。 以为自己就是明真星球的这个嫌疑人，或者是这个参与者。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各位，你们是芒果星人，芒果星人的名侦探。
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意识附着在这个身体上面。那么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些事情？按道理，我们应该屏蔽自己的记忆。我是名侦探俱乐部派来名侦星球寻找我们失去联络的一位萨侦探的何侦探。这里还有一个损坏严重的，叫萨七。啊，萨萨的，我又发现了一个萨时装的工作证。萨萨，萨太子出于中途离奇消失，至今下落不明。救命啊！萨霸王出事了吗？此物为芒果星遗落物品，捡到速联系芒果星侦探俱乐部。这我们的耶，这我们的东西啊。所以，萨微笑也依然是在另外一个侦探宇宙，刚刚昏迷了很久，刚刚苏醒。住在古堡内的管家、花匠、小丑、木匠、设计5位，全部死于大火之中，无人生还。有人在下一盘大棋。为了能够完成寻找萨侦探的任务，所以我是唯一一个保留了自己芒果星人记忆的人。所以现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下面我们开始来分析今天的案情。现在呢，最重要的事情呢是几个时间节点。首先呢，如果说我们同意这个计划是白空少留给我们的，甚至我们觉得他会完成其中第一步，因为有一些步骤是我们有可能完成不了的。因为如果白不按第一块的话，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权限。出入口设有指纹锁，用有出入权限的指纹进行解锁，可以解除激光装置5分钟。因为我看了那个权限里面只有真有权限，那么我们就要记住，白空少离开的时间是3月16号，白空少也被驱逐了。这有可能是第一步的计划完成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刚才我们又说了，我们现在是13天为一个轮回，今天刚好11点半会停风扇，到12点会有一个完美的契合的时间。那么我们现在要再往前推13天。现在我们要注意的，上个节点是4月8号，如果4月8号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而这个时候所有的计划已经完成了，步骤完成的话，4月8号就会死人。但是4月8号发生了一个其他的事情，就是真在午饭后带我们开了一个大会，全体人都在食堂。所以其实4月8是有可能，也有可能不能。再上一个时间点，3月26号不可能，因为3月26号大家都在温室听欧茉莉唱歌。反正不可能早于那个3月26，对不对？对。然后我还有一个想法是，这整套机关不可能是一天完成。对，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能够锁定的时间是3月26到昨天。如果不是在4月8号以前完成的话，那么昨天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所以，陈，你昨天在干嘛？我昨天早上7点半到8点，我们所有人在吃早餐，然后8点到11点，我们2个在踩单车，我和刘单车在值班踩单车，然后11点到11点半，然后我们都在午餐，11点半到12点半，我和刘单车在这个娱乐室下棋，然后这个七仙女跟欧茉莉在那儿聊天，12点半到18点我在南寝修水管，然后晚上我跟大家一起吃完晚餐以后听欧茉莉唱歌，19点以后到22点我在仓库处理一些私事儿。琐碎的事儿，吓死我了！这么晚了还有私事儿出来，也到了有心事的年纪了。然后22点睡了。对，好，来，刘单车，我是7点半到8点吃饭，然后8点到11点是上午的我早班时间，我是和陈在踩车，11点到11点半吃饭，11点半到12点半就是我跟陈在下棋，12点半到晚上6点是我的工作时间，是我和大杂在踩电发车。对，晚上7点至10点是工作时间，是我和张医生在单车房踩，我太惨了。晚上还有工作，吃饭、睡觉、踩单车。对，10点我就休息了，最后我的所有的时间都有目击证人。好的，张，我是7点40去食堂吃饭的路上看见
7慌慌张张的从甄的办公室出来，神色异常。早饭后8点，就是我上午的工作是给甄按摩，然后11点到11点半去吃午饭，吃完午饭之后11点半到12点20，我在阳光房待了完整的一个晒太阳的时间。然后我去温室晒太阳的时候遇到了大杂，然后期间他比我先走，有事先离开了。然后整个下午我都待在医务室坐班，晚上大家一起吃了饭，饭后大家听茉莉唱歌，然后我跟溜单车踩单车，然后踩单车睡觉了。来欧。我是7点到7点半去偷偷开窗给我的茉莉晒太阳，然后呢7点半8点跟大家一起早餐，8点到11点我在温室照料蘑菇，然后11点到11点半午餐，午餐之后我跟7在那个娱乐室聊天，12点半到下午的18点我在温室照料蘑菇，晚餐之后的19点到20点就一个小时我在温室照料蘑菇，之后就是睡觉了。我8点到10点半是在这个地堡扫卫生，然后10点半到11点的时候，我看见了7仙女啊，她那个身体不适，然后我就主动去帮忙了，因为我特别热心。然后我告诉她，其实呢我会用那个什么料理机，然后我是假装不会用。她听完跟我说，谢谢。然后我们就。然后下午就是跟刘一块儿骑单车，晚上都一模一样。然后19点到22点，我还是接着扫地，22点睡觉。我跟大家有个起床时间不一样，我6点45起床给大家准备早餐，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按照平常的时候去跟珍宝主送早餐，然后到了8点钟，大家都纷纷吃过早饭离开了，然后我就留在厨房继续工作，为大家准备午饭。然后11点到11点半是午餐时间，然后我把珍的专属饭菜放在他门口给他。哦。然后下午2点的时候，珍突然冲进了我的厨房，就跟我说：“你把那个说明书给我拿出来。”我刚刚知道房产证的事情，我不会给他的呀。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找到，然后我就把那个给涂了。所以涂那个也是昨天的事儿。14点半到15点半，我收拾好之后，然后忧心忡忡的从厨房就接到，就接着就准备大家的晚餐了。然后7点到7点半在这洗碗，7点半到10点钟回房间休息睡觉。侦探，我有一个疑问，你说，张医生昨天中午有一个15分钟，是不是？11点半到12点20，我去温室晒太阳的时候遇到了大杂，期间他比我先走，有事先离开了。你是一个人在温室待着，对吗？前半小时我们在一块儿，后半小时我自己。那你在那待着干嘛？晒太阳。就是晒太阳。对，这个是我昨天时间线上的有一段无法自证，但我就是在那晒太阳。而且是最后的时间点，如果说最后一块是在这儿安的话，但是你要记住，就是你装那个镜片跟天窗开不开没关系，你并不一定是晒太阳的时候才能去装。但是就是要判断这个光是不是可以，就是什么角度。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1、2块跟3、4块撞的时候要依赖的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1、2块是以那个激光做校准，对，2、3块因为你的风扇一直在中间阻断着，所以其实它必须在风扇停的时间去做这个校对。就风扇会干扰它的判断是指这一段嘛？啊，我明白。它要把它接过来，这段已经对准了，那后面就不用等风扇了。风扇停的时间，就这个人在食堂。哎。如果是昨天最后校准的话，就是他是早上9点半到中午10点，然后晚上10点半到晚上11点。 8点到11点，我和刘单车在值班踩单车，然后22点睡了。对，8点到11点是早班时间，我是和陈在踩车，10点我就休息了。就是我上午的工作是给甄按摩，然后踩单车睡觉了。8点到11点我在温室照料蘑菇，19点到20点我在温室照料蘑菇，之后就是睡觉了。我8点到10点半是在这个地堡扫卫生，22点睡觉。 8点钟大家都纷纷吃过早饭离开了，然后我就留在厨房继续工作，为大家准备午饭。7点半到10点钟回房间休息睡觉。那9点半到10点在这校准的只有7呀。
对，我在准备午饭。那就是9点半到10点，你在这儿准备午饭，对但你没有见到任何人。10点半开始见到他，之前没有见到过任何人。就是上午这个时间，除非是他自己调，不然的话就只能是晚上10点半以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间可以撒谎啊，对啊可以出来啊。也没有人可以佐证啊。那就变成他这个线索没有办法排除任何一个人。或者说，那就是看谁在禁闭室的那个时间，正好也是一个风扇停的时间窗口。因为如果他通了，发现那边第2块摆的就不准，那对吧？那因为你不是只叫3号就够了的，如果2号的光打的不是这边正中心，你怎么调第3号也没有用。但是你2的那道光射过来是不是这边的靶心，你只有等风扇停了才知道。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把自己关禁闭的时间再告诉我一下，谢谢。陈是3月28号，然后刘是，我是3月18号，张是3月我21号，3是21号对吧？然后欧是今天4月21号，大是3月8号，3月8号，我是3月19号到22号。所以我们现在就同意第1块是3月16号的时候白安的，对吧？对。所以一定是3月16号以后去过禁闭室的人。其实按禁闭时间，其实唯一能排除的就只有2个人，就一个是大，一个是欧。因为大是3月8号到11号，所以说他是16号之前。欧是因为今天才关的，他不可能今天才装。所以就是剩下的4位当中的1位。如果假设我是利用这套计划的话，那我3月21号去看7，完全是一个随机的机会。我怎么能确保21号去看7呢？我21号我就在禁闭室晕倒了，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原来是张医生过来把我救醒的。我应该找个茬给自己弄进禁闭室才更对，所以不太符合我的行为逻辑吧。反正他这想被关进去的这个人，一定得是能控制，说我干这事儿就能被关进去。哎，你被关进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做好什么事儿啊？修的不够好，就是检修不到位，东西没修好，这就是有可能的。然后留单车的原因是你是偷懒没抓着了，对他给我关进去了。这个也是自己可控制。7呢，也是因为他就给东西吃，然后不小心就是被他撞见了，这个也是自己可控制。我想问的是，就上去我们不是需要梯子吗？够得到吗？哦，这里面有个暗道。对，我刚才想禁闭室到底怎么放上去的那一块。用梯子呢？就是你进去关禁闭，啪，你进去锁门，你没有机会再去搬梯子呀。哦，对，要不你怎么站那么高的是吧？对啊。因为怎么往里搁？他可以通过这个门，对不对？严格意义上来讲，可以，对，可以，也没什么可以不可以的。可以，门可以爬，门可以爬上去。哎，我们就是谁有可能是不知道娱乐室里有那个有仓库钥匙的人啊？因为这个门也是一个关键点嘛，对吧？对，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几乎相当于公知的一个钥匙可以用了，其实它等于就是强行破门才会导致锁坏。他弄坏可能是要救大呢？那个时候大杂去了就会死。对。我觉得可能要盘一下动机了，我觉得可能来吧。因为我昨天其实才是对真动了杀机。是的。昨天所有的事情，包括发现房产证，包括他来找我要那个这个使用的说明书，就相当于我发现他可能要把我逐出这里了。对。他知道这一切所有的真相，所以在这之前，我大概不会去，比如说做这些装置吧。但我的时间也很奇怪呀，我产生杀机的时间是4月8号11点半到12点10分，但是我是4月8号12点10分之后才产生的杀机。你等于你关禁闭的时候，你杀机并没有诞生，并没有产生。
但我也不对，我4月初才有杀鸡的呀。4月初我才去他办公室，发现了那个欧茉莉的那个纸，我又翻的时候发现了他的那个抽屉里有一张撕碎了的邀请函，然后我就很生气，于是我找机会能够干掉他，那也不对了呀，那我3月28号就被关禁闭了。你11点30本来准备进去的吗？对，11点35，我准备去晒太阳了。我就在想，如果那会儿是你进去了，你会不会死？抵御寒潮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谋杀案不断吸引芒果星人的关注。为了保护珍视地堡，已经谋划了一起完美犯罪。如果你愿意执行，就一定能引来芒果星人的关注，提升地堡热能量，暂时解除寒潮危机。现在呢是这样的，首先这个人我们可以判断他是和白达成了一个默契的，他其实按照白留下的这个计划在做这件事情。那么他跟白一起合作的原因是什么？让他暖和起来。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其实主要的目的，他是为了保护这个地堡。所以呢，他不完全一定是对真有恨。他除了比如说有可能会把大就是挪走，让保护他一下的可能性之外，他这个计划里面有可能就是一个无差别杀人。因为张昨天就晒了太阳，今天如果他又去的话，那死的就是他。也就是说，其实凶手没有办法保证死的一定是真。他只要让我们这里面死人就可以。谁不在乎这里面的人？我会啊。一个是你嘛，对不对？但我这儿有一个悖论，我是这样觉得的：表面上看上去这个Watcher组织跟我的有一些想法不谋而合，对吧？但我的计划是想杀3个，那能量会更高。在我的计划里边，总共要死3个人。我的第一步呢是先挑拨真，让真杀死1个人。然后第二步呢，我就有可能煽动大对真的仇恨，并且我故意在他面前演了一下，让他看到这个药套，我就当着他面把它放进了抽屉里。然后呢，我再在大的餐具上涂上我的毒，这样大就会被毒死。但是在我的 Plan A 里边，大家可都是要死的，就我没有保护任何人的想法。那会不会是你的 Plan A 就是你隐藏你 Plan B 的一个方式？还有谁会为了这个地堡，就是不在乎别人的生命？房地产，搞房地产呢？我在乎的，我在乎。有很多周边的朋友就跟我说，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你可以去的，那些地方没有寒潮，你要不要去看看？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老公留给我的，就是所有的，就是念想嘛。我觉得我要把这片土地给它保护好，所以我就决定留下来。我决定要跟这片土地共存亡。是在乎，我不愿意相信你，是我恩人，我不愿意相信你不在乎。我觉得陈不是，陈他的目的是要带大家走，对，他是要保护大家的，他甚至不在乎这个地方，我觉得他可能要带大家走。我们不能在这里死守，我们一定要找到能让我们生存的更久的方法。我相信有春暖花开的地方，因为我们一直在逃难，不就是在找一个没有被寒潮侵袭的地方吗？你是我马上就滚蛋了。你马上就，我马上就滚蛋了！你们还在想着怎么走，我马上就滚蛋了，我就是下一个。但是他不想留下来嘛？那你想留下来，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是安全的。对呀，所以你是想留下来。没准你跟小白你们2个人以前有过什么渊源，我们不知道呢，对不对？但我觉得无差别的话，就会有另外一个悖论，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就是为了死更多的来好的话，那他多多少少放一点暗示，说谁爱去谁去，对吧？这事儿有点像闹着玩了，就变成你每13天等一次，结果上个轮回的时候真说开大会一个都没去，然后你这次万一又出一个什么一个都没去呢，对吧？就也没有一点诱导措施，也不太对。这人会不会他已经知道至少真一定会在那个点儿去晒太阳？他不知道，
因为真昨天就没有去晒太阳。11点半到12点20，我在温室晒太阳的时候遇到了大杂，然后期间他比我先走，有事先离开了。昨天晒太阳只有大和张啊，真根本就没有天天晒太阳的习惯，就是我劝他晒太阳这事儿吧，他也很随机。有道理，因为他太随机。所以我同意你说的，就是有可能他对真进行了一些诱导，但是呢，我还是认为他的目的里面，或者他配合白做这个计划的，他整个人的想法，不是为了只是除掉真。或者说他的计划里面，其实别人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多死几个不要紧。对，而且他很在乎这个，好像很在乎这个地堡，或者说他很在乎，是什么热能量什么之类的。我提醒大家，在投票的时候可能要有这么几个思考。首先，有谁能够有机会完成这个机关？那么就是从禁闭室的这个时间来看，有谁有这个可能？第二点呢，就是这应该是一个不完整的或者是不明确的针对真的一个杀人计划。投票吧，大家加油！今天是非常难投啊。刚才在2讨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首先排除了大杂和欧茉莉，因为他们俩的禁闭时间一个太早，一个太晚。齐宣女的自辩是说她绝对杀机产生的太晚，也有一定道理。然后在剩下2位里面，我就想从几个方向去排除一下凶手。第一，我觉得呢，既然是白留下的一个杀人计划，那么这个动机，杀人动机呢，就有可能是一个双重动机。一方面是对于真的私仇，另外一方面呢，是想要韩朝结束的一种向往。这方面呢，刘跟陈来说都是存在双重动机的。我们一定要找到能让我们生存的更久的方法。我相信有春暖花开的地方。那你想留下来，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儿是安全的。对啊，所以你是想留下来。在双重杀机上，我觉得刘的可能性比较大。最关键的还是因为昨天晚上11点的这个时间，陈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进仓库。就是晚上睡觉的时间可以撒谎啊，对啊，可以出来啊，也没有人可以佐证啊。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刘丹车。您猜怎么着？刚才我又仔细看了一眼我的时间线，我今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呢，然后我自己叨唠了一句，待会儿我要去晒晒太阳，然后正好我要去晒太阳的时候呢，那个门就莫名其妙的坏了。我前面以为是那个门被谁给弄坏了，其实我仿佛自个儿想明白了，可能是我好人有好报，有人要救我。然后有3个人，我觉得可能是一定会这时候救我一命的，或者说报个恩的。那就是七仙女儿、刘丹车跟张医生啊。先排除的是刘丹车，刘丹车的排除原因非常之简单，也非常粗暴，是因为他今天做笔记做得那么好，然后每一个字儿写的都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有这份认真，应该就不是他啊，帮助我们这么努力的破案。然后张医生，张医生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没那么近的原因是在于。我觉得七仙女会更近，因为我昨天的时间线是我刚跟七仙女说她能够当那个厨师有那个料理机，是因为我跟真说，我隐瞒了我也会这个东西，她马上知道了，原来我之前对她这么好，所以第2天如果出现这样一个事儿，我相信她就会救我一命，所以我觉得更像是七仙女干的这个事儿。七仙女的地方也合适，综合多种元素，我觉得是七仙女是本案的凶手。有你。那么从最后的作案手法来说，以及就是最终的作案结果来说，我把它分成了2种可能性。一种是指向性，所谓指向性呢，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我杀的就是这个人，但是因为我们现场盘了一圈之后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无差别杀人。那么在刘、陈和张这3个人身上，如果从指向性去盘，
陈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他的动机是最早的。然后无差别来说，可能性最大的是张。他在说他在这个地堡当中在完成一件事情，他想完成一个完美的杀人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他的杀人计划是无差别的。那么白给大家在最后留下了一封信，从信当中可以看出，他要释放出来的信息是无差别。所以说，我的选择是，就是你啦。我想一想啊，我觉得今天太诡异了。我觉得投张医生，就是他故事和大家都不一样啊，而且我觉得他也没有解释清楚自己的到底在干嘛。毕竟你是一个想搞无差别杀人的人，你说不定你就想这么干，把萨动物引过来呢。你呢？首先排除我自己不是凶手，如果我不是的话，我再排除另外一个人，就是大杂，因为我的时间被关禁闭的时间太晚了，而大杂是太早了。然后剩下的几个人，一个是张医生、沈水店、刘丹车和七仙女。从这方面也可以排除掉刘丹车，因为刘丹车呢，他的理由也很简单，仅仅是因为他明天就要被驱逐离开这个地堡。刘丹车其实曾经就是流民一样过来的，他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他就算明天被驱逐，他再走一次好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会导致他就是今天去做这个无差别杀人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对，所以我会觉得把刘丹车也会排除。所以我觉得，好，就是你吧。张医生他手里已经有一个计划在实施了，那个已经是一个无差别了，是吧？他现在又要有一个并行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其中有一个进紧闭室的时间是很随机的，这个机会是很随机的，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所以就锁定在刘丹车和七仙女当中，就他吧，是不是你？我们刚才，排除了七仙女是说她的动机形成较晚，但是呢，我们错了一点，就是所谓他们的这个杀机是只针对于真的杀机，但如果这是一个无差别的这么一个计划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的杀机是有可能提前形成的。我回想了一下白给他们每个人的评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七仙女是有正义感，然后刘丹车是有些包袱啊，就是包裹得比较深。沈水店呢，是只想放假啊。张医生呢，就是说天马行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我觉得从白的角度来讲的话，来吧，今天是真的强烈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一样心里有无助。都啥歌都接。哎，我突然发现这一案其实会有勘验我的时间线，最重要的是救我那个人很重要。对不对？不是救你，才发现啊，怎么是救你？起码是报恩的这个人很重要。哦，报恩。都投完票了，你们啊！来吧，请宣布。互联网普法节目《大侦探》第7季第12注，谁是杀害珍宝主的真凶呢？谁说你来到我身边？妈呀！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哦，不对，我是侦探。他们是我一个恩人，大恩人，大杂。你看看恩人才是。有。
你好，对不起啊。欧茉莉，你看看我们俩恩人。陈水店，恭喜3位。你回来吧。真假的，你一票都没有啊？天哪，你要是凶手，这票逃得也太漂亮了吧？那叫封神了。封神，YYDS 了。获得1票的玩家有1票哎。七仙女。哦，谁逃的？我。玩啥？找你。I'm sorry. Thank you. 剩下的7票集中在刘丹车和张医生之中，他们谁的票数更高呢？刘丹车和张医生互投了对方，把这1票投给刘。这不是必然的东西吗？为什么要说这种无用的信息？对不对？对不对？哎，不过今天这个情况，说明侦探第1票挂得很准，第1票挂得很神，你知道吗？为啥呀？因为你就已经到决赛圈了嘛，第1票挂的。这不是我的基本素质吗？什么叫完美机器人啊？侦探的第1票投给了张医生。我刚夸完你。侦探的第2票投给了是你吗？等于没来过，好漂亮，没来过，这一季投了个寂寞，没了。对于这个平局毫无改变。那还有3票了，现在就看陈、欧和七。只想让这个地方变暖，杀谁都可以，是不是你？他想完成一个完美的杀人计划，就是你啦。他的这个心理医生也给他的诊断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然后并且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好，就是你吧。张医生4票。完了！你看他得意的笑，抓到你了，朋友！哎呀，张医生究竟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失败。你那么喜欢画表格啊？他在旁边画表格画的那有个戏，不攻自破，你自个儿破自个儿，对不对？是谁？不是你啊？不是我呀。我们听听看。本案真正的凶手是我觉得我没投错，朋友们。我就是本案的凶手。刘丹车。演在那算那么认真，厉害哎！你太狠了，你无差别。他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他才会无差别杀人，就是因为我没关系啊，他就要留下来。我再分析了一下，其实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人物就是白空少，因为他会找一个同伴来完成他的计划。而刘丹车呢，是因为他流浪那么久，然后呢走了很多地方，吃了很多苦，终于来到了一个可以收留的地方。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如果可以变得更加暖和，然后呢可以变得就是更加的这个温暖舒适，他有可能会去做这件事情。我是一直在流浪的一个人，对，所以说我就已经不想再跑了。可是我的推理是觉得，你既然都跑过那么多地方了，你再跑一次又怎么样？你不至于为这个杀一个人吧？这个东西其实也像了我一种实验，就是因为我跑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其实我之前就已经知道，我对这个东西已经有了解了，所以他会相信白空少的那个理论，没有热度。白空少一跟我说这个，我立刻就相信了。还有一点，我刚才在投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其实就是白空少他会找谁跟他合作？对的，白空少给你们的那个评语，给张的评语是他非常有自我意识，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这种人绝对不是好搭档，对对不对？对，他的叫有点包袱，有包袱。就是很城府很深的意思，就是有包裹。这个破包袱，就这个，气死了！你仔细去看他写的笔记，全部是这些天的时间点。对的。可是他写的特别的细，我的，你看全部在算。这写这么多。不是，问题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点，他没有写别的。但他完全是一个一个算出来的，他就一个人坐在边上就这样写多少字，自己也想知道吗？在他的故事里面，他也不知道这个规律。好吧。祝贺玩得好，这个厉害！哎呀，终于玩新手了，多少年了？京东好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请代理会长何侦探为大家进行徽章结算。刘丹车都拿走，直接拿走，入雷勋章。带着好好走吧。好气呀！好了，祝贺各位侦探们，我们芒果新人又完成了这么漂亮的一次推理过程。虽然最后我们没有真的锁定真凶，但是我们现在回名侦探俱乐部吧，可以回芒果新了。芒果什么新人？我没什么新人？什么芒果？啊，你们已经没有那个标记了吗？什么芒果新人？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事情？什么东西啊？你这什么啊？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说啥呢？发生什么事了？哦，我知道了。按道理来讲，我现在说一些事情，你们可能不懂是什么意思。按道理来讲，芒果新人在结束一次推理之后，他的意识会离开这个明侦星球人的身体，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了。1个小时之后，也就从现在开始算1个小时之后，这个印记才会消失。也就是说，在1个多小时以前，芒果新人的这个名侦探的意识已经离开你们的身体了。所以你们现在手上这些印记才会消失。哇，这么吓人吗？大半夜的。喂。真的。哦，里面。哦，好吓人啊！你先出来吧。这儿，传真机。哎，打印，正在打印。怎么了？若云呢？在这笼子里。啊。我，别，怎么？真相就在顶牛市的啦。真相就在顶牛市，哒哒！大侦探给我们留下的，这就说明在有可能要去顶牛市去寻找一个新的真相了。
因为这次我的任务其实来到明侦星球，除了是跟大家一起明侦他们一起破一个案件，我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失踪的这个大侦探的线索。哎，绝密的案件报告。案件报告：大侦探离奇失踪，下落不明，请查明真相。那么他现在又传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有可能要去顶牛市了。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要说，就是京东好物来讲吧，破案神速又潇洒。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谢谢林蔗糖好酸奶，探案更出彩。感谢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Thank you。不开心就来 Soul 啊！快乐星球还不够。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赞助播出。谢谢。本节目由探案都爱吃的 M 豆巧克力赞助播出。谢谢。五谷营养好周到，探案再难不烦恼。本节目由银鹿好周到赞助播出。谢谢。好了，那我们就下一案再见，我们就留下我们的张医生跟他很配的这个笼子。哎呀，所以祝你顶牛市好运哦！希望你快点能搜寻到大。谢谢，好吧，拜拜，拜拜，拜拜。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侦探助理小齐齐思俊，欢迎各位。在本期我们继续将会通过连线的方式和各位老师共同为大家科普法律知识。那欢迎在北京和我们连线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郭慧法官和段煌法官。大家好。我们欢迎上海的沈一飞老师。大家好。那我们各位今天继续来为大家科普法律知识啊。今天的这期案件呢，我们将会聚焦到劳动法上来聊一聊用人单位常见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一些事例，比如关于工资呀、劳动合同、工作时间等等等等，让各位打工人在辛劳工作的同时呢，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侦探合议庭也将会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通过对案件和角色的探讨，为大家进一步科普相关的法律知识，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大侦探合议庭第10案现在开庭。这一次的案件呢，发生在故事里面的韩朝元年。因为寒潮的来临，粮食减产，天气极端，人们只能在这个珍视地堡中生活。那某一天，这个甄主管突然惨死在地堡当中。通过大家的推理得出，杀害甄主管的凶手就是刘丹车。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凶杀案的产生？我们还是请法官替我们一起来回顾分析一下。关于这个刘丹车的刑事责任，那么从作案动机上来看啊，可以说是刘丹车也是一个可怜人，因为他是在地堡里啊受到甄主管的压迫，那么被强迫劳动，那么可以说是日子过得非常的凄惨。那么出于这么一个摆脱被压迫、摆脱被控制的这么一个动机，那么被白空少所招募，加入守望者组织。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要看啊，这个守望者组织显然是属于带有恐怖活动性质的这么一个组织。那么这里刘丹车显然首先是构成了是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如果是他进入这个组织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上升到了组织领导者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么他有可能构成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同时，由于他受白空少的教唆和蛊惑，实施无差别的杀人，那么这里边因为已经产生了人死亡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在量刑上的话，显然是依法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么大闸呢说他要去温室休息，那么刘丹车之前实际上是设置了一个故意杀人的装置，但是是出于良心发现，最后呢他是阻止了大闸去温室的这么一个行为，使他的这个故意杀人的装置没有发挥作用。那么刘丹车的行为显然属于
典型的犯罪中止。那么根据刑法第24条的规定啊，就犯罪以后啊，就是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那么就是属于犯罪中止，依法应当减轻处罚。那么对于张医生设计杀人计划、配置毒药，最后呢煽动大闸杀人，最后呢还计划毒死大闸，伪造是大闸杀死真。那么显然张医生啊，他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故意杀人罪，而且属于教唆他人故意实施杀人犯罪，那么属于共同犯罪里的主犯，依法呢应当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那么应当呢依法适用死刑或者无期徒刑。那像本案当中，大家看到甄主管给大家定制了一个称得上是非常严苛的工作时间表，相当于每天要工作11个半小时。对标现在的劳动法的话，在这个故事背景当中，他这个工作时间表触犯了现在的哪些法律条例呢？他这个行为是触犯我们国家的劳动法的。我们国家劳动法对我们的工时制度有着明确的规定。那么劳动法规定的话，劳动者每日工作不得超过8个小时，1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4个小时。那么根据企业的经营需要，通过用人单位和工会以及和劳动者的协商，每天可以延长1个小时。那么有特殊情况的，在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安全的前提下，每天不超过3个小时，那么每个月也不能超过36个小时。这是我们国家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并且规定了用人单位是不得违反劳动法的规定来延长劳动者的时间的。同时的话，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故事当中，它还有着一些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甚至是违法关禁闭的情况来强迫工人劳动，这个的话甚至是已经造成可能会触犯我们国家刑法中的强迫劳动罪，甚至是非法拘禁罪。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加班呀，或者是额外劳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认识当中的一种常态。关于996制度的探讨，说法上面呢，其实褒贬不一啊。因为在社会上，很多人有的人认为合理，有的人认为不合理。那也问一下我们的2位法官，因为像这样的现象，您认为形成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一定要设立劳动法？设立这样的相关的法律条文来限制规范这些时间呢？您认为它的设立的重要性是在哪里呢？我们说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它是处于一个弱势地位的，所以我们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它是有一个对劳动者的倾向性的特别的保护。比如说我们在立法的过程中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新冠疫情来说。新冠疫情它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是没有办法预见的，没有办法避免的，作为个人也很难去抵抗的一个。但是用人单位不可以用新冠疫情这一个不可抗力来解除劳动合同，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劳动报酬它是关系到劳动者的生存的基本权利，我们是不允许这样做的。我们为什么要设定劳动者的休息权？为什么要规定最长的时长，甚至连加班的时长，我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包括如果节假日加班，如果下班以后加班，那么你要依法享有相应的超额的报酬，这都是出于对劳动者的保护。因为劳动者只有获得了充分的休息权，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工作。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自身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去创造更大的利润。人毕竟只是人，不是动物，更不是机器。如果说企业单方面的解除了合同，我们又应该如何最大程度的来保护自身的权益呢？首先啊，我们劳动合同法相关的规定啊，在劳动合同期内啊，如果劳动者没有过错，公司啊或者用工者他是不能单方面解除合同的。那么劳动者依法有权提起仲裁或者说是诉讼，那么用工者啊应当依法支付啊这个2倍的这个经济补偿金。那么如果我没有提前30天来通知，
那么还要再支付1个月的工资。所以说，在劳动合同法里边，对于这方面的规定啊，是有充分的规定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很多比如说年轻人，他在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其实是不清楚真正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哪些信息，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的，那么大家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审核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什么呢？要注意审核这么劳动者的名称，特别是和他的实际控制人，因为往往我们这个工商登记上面可能是这个实际的这个登记者是一个人，但是实际控制人又是另外一个人。那么一旦发生纠纷，那么很有可能这个所谓的登记的这个人根本就不管事，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赔偿能力，最后导致事实上的侵权者那么逍遥法外。另一方面呢，在签订的时候也要注意劳动期限，对吧？特别是这一方面对于我休息权的保障，同时对于加班的报酬，对吧？对于劳动的报酬以及保险，这些都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同时以及发生纠纷以后，那么采用什么的方式去解决纠纷，这个也都是大家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关于加班和节假日工作的时候，它的一个工资是和往常的工资是不一样的。那具体的话，在劳动法当中规定的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来结算工资呢？那么对于加班的报酬，我们要记住3个数字：1.5、2和3。那么劳动单位安排这个劳动者加班的，应当支付不低于平时工资的150%的报酬。在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加班的，而且不能调休的，应当支付不低于200%的报酬。那么在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当支付不低于300%的报酬。那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真的遇到了劳动纠纷的时候，应该如何的妥善的去进行处理呢？那么解决劳动争议的方式呀有很多。第一个呢，是在很轻度的情况下，当然不是像咱们案例中这么极端的情况下，我们主张去协商，那么和单位去协商来进行调解。第二个呢，是我们向有关部门要求处理，比如说我们的劳动行政部门，比如说你用人单位违反安全生产的，我们可以向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还有我们的工会部门都是可以的。那么在上述情况都不足以解决我们的劳动争议的时候，我们要提起劳动仲裁。那么我们要记住的一点就是，劳动仲裁它是我们这个法院进行诉讼的一个前置程序。也就是说，你想要到法院去打官司，你先要进行劳动仲裁这一步。那么对仲裁的裁决不满的，咱们可以到法院去提起诉讼。但是其实说到工作当中出现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情况我觉得要单独拎出来说一下，就是在一些劳动纠纷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权益受到了侵犯，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遇到了工伤。那对于工伤这个概念，大家会如何去界定，以及比如说工作当中真的出现了工伤，甚至是到了严重的猝死的情况下，他们又该如何去进行这个去索要自己的赔偿这一系列的后续处理呢？那么我们说到工伤啊，首先就是在实践中容易产生争议的就是关于工伤的范围。比如大家通常所能理解的就是工伤呢，一般指的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对吧？或者哪怕是我在准备工作的过程中，发生了这个人身伤害的这么一个事故。另外一种就是在上下班途中，非本人负主要责任的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也是可以认定为工伤。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革命伤残军人，如果是在服役期间，那么受致残致伤，那么可能当时治疗好了，如果是在复员转业以后啊，到了用工单位旧伤复发，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认定为工伤。当然了，我可能因为酗酒啊，或者说故意不遵守劳动规则最后导致了这么一个事故的发生，最后进而导致人身伤害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显然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的。所以说，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工伤的范围进行了界定。那么界定了工伤的范围以后呢，如果劳动者正常履职，那么发生了工伤，
那么是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和赔偿。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啊，对于这个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这方面，我们除了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出台司法文件以外呢，我们也是不断的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来指导就是各级的仲裁机构，就是劳动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那么在审理特别是工伤赔偿纠纷方面，我们是做出了一系列努力。谢谢法官们的这样的一个普及的知识。在工作当中过于劳累猝死的现象，我们是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呢，也提醒大家，作为劳动者是时刻受到法律保护的。那沈教授，您看来，除了我们有法律的保护之外，我们每一个个体该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事情，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再次重演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叫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其实现在不是一个家庭和工作的平衡，而是说休闲和工作怎么平衡法。所以其实作为一个个体也好，包括企业也好，其实有一个新的概念，这几年来我们特别火，叫休闲权啊。就是每个人你要知道你有工作的权利，但你还有休闲的权利。甚至我们在这几年来看，比如说性别平等，女性到底在家庭领域或者职业场所是不是跟男性有同等的权利，我们除了看她的工作以外，我们看她是不是有平等的休闲的权利。你们在休闲时间能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自己在休闲时间能让自己放松，能让自己更好的享受生活，其实对你的这个身体的状态也好，对你其他也好，都是有促进的。明白了。休闲权的这个概念其实可以科普给大家。现在大家经常在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抱怨自己所面临的这些工作自己并不是很喜欢，他内心其实是有一些抗拒或者是对工作的怨言。它也许和劳动法没有很具体的关系，但是它是一个大家面对工作心态的问题。您认为该如何去调整这样的心态，或者是说去面对这样的一种对于工作的态度呢？其实除了少部分的工作是你会是跟兴趣结合以外，其实大部分的工作可能都没有办法跟一个人本身的兴趣或性格特征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其实人生啊，它常常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学会怎么高效的去处理那些你不喜欢的工作。你处理不喜欢的工作做得越高效越好，你在慢慢扩充你喜欢的生活。生活其实是不喜欢和喜欢平衡，很少有人能够生活永远都是我喜欢的部分，这个太理想了。这个理想当然我们有这个理想很好，但它太难实现了。更积极的态度是怎么把不喜欢的事情找到那个成就感，找到自己能力可以成长的地方，能让自己喜欢起来，干一行爱一行，其实是让我们自己快乐幸福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是的，去寻找工作当中的那个意义所在，是每一个工作的人很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慰藉。谢谢沈教授。那在这期案件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凛冬将至，寒潮渐起。但是呢，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特别是在特殊的时期，法律和规则依然是约束每一个人行为的准则。即便是在所谓的寒潮末世，只要是有法律的地方，就是有公平正义的存在，就可以凝心聚力，可以帮助大家一起共度难关。只要我们遵纪守法，法无授权皆不为，同心协力去打造一个美好的家园，相信每一个寒冬都可以被逾越，春暖花开的景象就在眼前。那再次感谢3位老师的分享，本期的大侦探合议庭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再见，拜拜。再见，再见，拜拜。大侦探7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微博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诚邀网友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活动规则：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合议庭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就是今天这个故事呢，让我觉得有一丝恐怖的色彩。虽然其实大家看到今天的场景和整体的，就是我们的氛围，就是没有那么的恐怖和紧张，但实际上你今天的整个故事背景是一个细思极恐的一个
故事背景。这个世界慢慢的在一点点变寒冷，有一些地方寒冷到没有办法生活。对，我觉得所有的秩序、善良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建立在你能生活得下去的情况下。对，其实我们现在就觉得，哎，身边人都很善良，感觉大家好像都对彼此没有什么太坏的心肠。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环境里边。可能今天我们可能是有一个虚拟星球的一个设定，但是如果把它放回到我们地球，我们人类的一举一动是不是关系到整个地球的生态，是不是关系到整个环境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关注身边的所有的这些对于环境可以改善，或者是能够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到自己一点点微薄的贡献，让我们这个可怕的这种我们幻想的那种可怕的未来不会来，也不会让今天的故事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在这个地球上发生。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末日可以离我们比较遥远，然后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美好的栖息之地更久一点。我们是芒果星人，我们是一群高智商生物，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更多温暖的地方？就算他没有犯罪，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案件，我们也依然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关注呢？我们不需要用一些更出挑的、更博眼球的东西去来博得关注，是应该和平的去共享一个全人类的一个全星球的这样一个温暖和关注吧。就是点点滴滴的帮助其实是有用的啊，好人有好报，要相信的力量啊！只要你相信，持之以恒的去做善事跟好事，关键时刻，对不对？那倒霉的跟那个什么的肯定不是您。我觉得相信那个命运就会眷顾那些善良的人啊。我觉得其实最传神的是最后出现了一个芒果星人的一个设定，然后还有很多今天案件的伏笔。就跟以往不同的是，虽然这一案看似这一案的故事已经结束，但是在这一案的故事中还留下了很多线索的伏笔，仿佛是带给我们的意识进入下一个空间所用的。因为现在萨萨已经发来了一个信号，说真相就在顶流市。那么到底在这整季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在不同的侦探空间里面收到他的很多的信息？到底今天最后我们的侦探们他们的意识又是发生了什么，在中途就离开了？所以还是很好奇的。包括我自己这一次的任务能不能够完成，就看最后一次在顶流市的这一次机会了。所以非常的期待。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超多高能瞬间。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一点资讯、Zucker、澎湃新闻，案情看不够，上 QQ 阅读探索更多悬疑小说。感谢特别合作探探、百度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达快送、智行、百度网盘、网易有道词典、虎牙直播、YY 直播、智联招聘。感谢媒体支持中新网、凤凰网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国际在线、新闻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榜、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